在2个月前，我有参加沙巴本地的石油公司 Petroventure 的 groundbreaking 动土仪式。那我昨天呢是去到了 Sipitang 石必丹的 Sogip Sabah Oil and Gas Industrial Park。Sogip 是沙巴政府设立的一个重要战略工业区，是位于沙巴的西南部的石必丹 Sipitang。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厂呢，就是马石油化工肥料沙巴有限公司 Petronas Chemicals Fertilizer Sabah Sdn Bhd。原本在这里只有一家公司，但是听说现在有7家公司都要入驻这个石油工业园区。由于 Sipitang 的位置非常接近文莱跟沙劳越，未来它会是沙巴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地。除了 Petroventure 之外， Petronas 计划在 Sogip 开发一个年产200万吨的 LNG 设施，预计投资额为88亿令吉。eSteel 正在 Sogip 分阶段建设一个绿色钢铁厂项目，总投资约为200亿令吉。eConcern该公司在 Sogip 投资10亿令吉，建设一个废弃物管理项目。还有 Tax Evolution Waste Management 废弃管理项目，投资7000万令吉。还有英国的 Gibson Shipbroker， 这家总部位于伦敦的船舶经纪公司与沙巴石油和天然气发展公司 SOGDC 合作，计划在 Sogip 开发油气设施，包括码头、岸上碳氢化物储存终端和浮动电厂。那 Gibson 的这家船公司是在2月份刚签的 MOU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中文呢叫做谅解备忘录，也就是双方签订的一种备忘录，记载不同国家、政府或组织之间签订的双边或多边动向的文件。那我们经常会看到新闻说MOU 签了 MOA 签了，那到底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等一下跟大家捋清一下，因为这个问题也是困扰了我很久。于是我就问了 Petroventure 的负责人，他就给我解释了一下他所走过的流程到底是怎么样的。那在开始之前，别忘了点赞、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你看哪个 YouTuber 会问到这么奇葩的问题？这也是困扰了我很久的问题。想在马来西亚创业投资的朋友，一定要看完我的所有的视频啊，说不定你又发现很多别的频道看不到的商机。因为前段时间我在新闻上面看到一家公司跟 Sogip 是签了 MOU 嘛，我就问了 Petroventure 的负责人，那 MOU 到底是什么？ Petroventure 有没有签过？那负责人就说呢，他们没有签过，因为呢他们已经做的比 MOU 要多了，所以呢就直接进入下一步，叫做 HOA Head of Agreement。那 Petroventure 的 HOA 呢是2019年签的，那第3步呢才是比较重要的 MOA， 叫做 Memorandum of Agreement。Petroventure 的这个是在2023年签署的。 MOA 的中文是备忘录，就表明了公司成立的原始股东是谁，一旦公司正式成立，便会成为历史文件，必须要提交。那第4步呢才是2025年2月份我刚刚参加的 groundbreaking 动土仪式。2月18号动土仪式完了之后，才有昨天的 official site visit 正式的现场参观。那下一步呢就是 site clearing 场地清理，简称清场。那下一步就是开始动工了。Petroventure 的这个项目预计完成的时间是2029年的年尾，或者是2030年的年初。那 Petroventure 呢，也是获得大马投资发展局 MIDA 跟沙巴石油与天然气发展公司 SOGDC 等机构的支持。那所有外来的投资，任何的国外的投资项目，必须都要在 MIDA 那边注册。所以在 MIDA 的网站上，你能够看到所有在马来西亚投资的外企。那我之前是查过一下了，基本上你看到的美国的公司都在 MIDA 上面有注册，美国的 Fantastic Seven 都有，包括中国的大公司也在 MIDA 注册了。所以马来西亚现在吸收的是全球的大公司的投资。所以我为什么会比较看好马币呢？它外来的资金一直都在往马来西亚这边走，我是非常看好东南亚未来20年的发展。但是如果你去新加坡呢，又太贵了，去其他地方呢，安全也是一个问题，基本上没得选，就只能选在马来西亚了。而马来西亚又分西马跟东马，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就是，在过去10年，西马的石油天然气产量已经减了一半，而东马呢还有不断的发现新的油田。沙巴是上有石油，下有棕榈油，还有再加一个旅游。所以我觉得在未来10年的发展，东马呢会比西马更可靠一些，因为这2个大邦资源丰富，没有什么东西依赖进口的。就算你说有关税啊，你把整个全部封掉，人民过的也还能够相安无事。就像疫情来了，其实对沙巴影响最大就是旅游，那其他的经济影响并不是说很大。
那我们这次来 CBD 的石油工业园区呢，还认识到了一个在马来西亚20年的在沙巴大学读书毕业的老板。现在他有自己的公司，跟一家在这个石油工业园区的大公司正在合作。那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没有选西马？他说我当时就是在西马读的中学，在考进了马来西亚的一所著名公立大学。他就觉得说他想要去一个又有山又有海的地方，于是他就问他的 professor， 他的教授，那教授就说，那你可能要转到 UMS， 也就是沙巴大学。于是他就转了，他马来语说的跟本地人一样好了。所以我就知道说，其实孩子出来马来西亚真的是另外一条路，就与其在国内卷，不如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很多人会把马来西亚当成跳板，但是有时候你跳板跳的不一定就是更好的世界，很有可能跳入一个深渊。就比如说你要跳去美国，你现在还敢去吗？我们都跳出来了，我们都跳走了，千万别再跳进去那个大坑。再比如说你要跳去日本，那专家都说了，地震跟海啸发生的几率很大，在未来30年是至少80%的机会会发生8级以上的地震，再引发海啸。要长期生活的，你必须选一个天灾少、物价低、人还相对淳朴的地方。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做生意，你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尽职调查，包括我说的话对我适用的不一定对你适用。但是呢，当我现在看完沙巴的整个，不管是教育也好，还是工业发展也好，还是农业发展，还是旅游的发展，我都是非常看好沙巴未来的发展前景。无论你未来想要跳走，还是未来打算在这边安家乐业，我觉得沙巴都是一个你必须要来考察的地方。很有可能你今天对他爱搭不理，但是明天他就让你高攀不起。我就是这种情况哈，之前我其实拿过新加坡的绿卡的，后来因为美国名声更大，我们就去了美国。结果呢，现在你看新加坡的这个绿卡，就是真的是让我们高攀不起了。然后新加坡的房产涨得比美国还要猛，而现在美国你看这个房产市场快垮了。我看了一下，昨天尔湾一天上市56套房啊，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规模的一次过上架的。那沙巴有什么缺点呢？我也都跟你说得很清楚啊。第一个就是垃圾处理非常有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路很烂。第三个呢，就是厕所真的很脏。但是30年前的中国不也这样子吗？发展前的中国，幸福指数最高时期的中国，从雅比到西边浪的这条路呢，还在不断的修路，有一段好，一段不行，一段好，一段坑坑洼洼。这修路的速度呢，着实让人着急。但是宝爸说了一句话，我挺认同的。他说，如果什么都是好的，那要你来干嘛呢？我一想也是，你想就是做视频这个事儿吧，在沙巴这边能够做视频的寥寥无几，但是在中国一抓一大把，根本不需要我了。我也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了，真的可能一个政府扫地的工作都要研究生毕业。从小就听过一句话，就是一定要做鸡头都莫做凤尾，到大了才会理解它真正的意义。虽然这里挺落后的，但是我觉得能看着它一步一步的变好，就是你永远都是在往上的这个上坡的时候，你心情是很开心的。中国还有句古话叫做要想富先修路，现在不就正在修着路吗？所以我觉得富应该很快就来了，那也祝大家一路暴富。我这段时间跑的学校比较多啊，所以最近出的视频可能都是跟教育相关的。